比特币现货 ETF 什么时候会通过？通过后会对盘面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呢，比特币爆拉之后，现在我的这2张多单，比特币还有以太坊的多单呢，总合起来的利润已经超过了500万台币了。这个未结盈亏呢，有 2.7 颗比特币，然后还有16颗多的以太坊。那总和呢已经超过500万台币了。当然，如果扣掉已结盈亏，资金费率毕竟还是比较重的。大概也是很接近500万了。那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又追了一张比特币的多单，你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的山寨币也是起飞，包括我们之前所说的 Ordinal、Sets 还有 SEI 等等的币种呢，其实全线都在起飞。那当然 TRB 我们就不玩了，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才开的仓位呢，现在也赚了4000多美金了。然后我们之前 Avalanche 的仓位，还有 Solana 的仓位呢，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丰厚的回报。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现金哦，什么意思？你可以直接提币走没关系的。那 BitGet 你只要 KYC， 你就可以拿到15美金的现金。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参加我的比赛，我有信心可以带领大家瓜分这10万美金的奖池。而且报名只剩下最后这几个小时了。好，那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的盘面吧。现在呢，我们从周线来看，其实我认为我们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突破，因为我们在前面你可以观察到，它前面是有一个阻力的，这个阻力大概在44000的位置。那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啊，但这个是不是真突破呢？我们还需要时间的观察，还需要观察量能。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这里呢有过支撑啊，插针也插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到后面呢，有产生过几次的阻力，所以我们在这里受阻一下就非常正常。那这个突破是不是真突破呢？关键就要看量能了。那我们把量能打开来看，当然这个量能呢，你说它很小，对不对？但是它还没有走完哦。我们这根周线它才刚刚开始而已哦。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写了一个新的指标啊，这个指标也是我们独创的，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那当然了，这个是从 AI Coin 那边过来的啦。AI Coin 它有一个功能呢，就是你可以观察到未来的量能怎么样。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对不对？这边有一个虚线啊，有一个虚线，这个就是我们预期未来的量能。那当然，这个绿色线就是已经走过的量能。那我们是怎么去推算的呢？我们是用这绿色的一根小小的 K 线啊，来去推估它整根周线走完的时候会呈现什么样的量能。那其实以当前的情况看起来呢，还 OK， 当然了，再多一点会更好，再多一点会更好。那其实以今天的量能来看呢，这个表现啊，这个量能的强度呢，其实是还 OK 的，是还 OK 的。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其实是 ETF 的消息面。好 ，ETF 的消息面，我们会在1月10号还有3月15号这2个时间点呢，我们都会迎来会不会通过的宣布啊？那我们先用黄线呢把它给标示出来，重点就是在1月10号还有3月15号这2个时间点啊，这2个是最重要的。那这2个时间点呢，我们是怎么得出的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Cointelegraph 帮我们整理的。你可以看到呢，有非常多档的比特币现货 ETF 正在等待审批。那么最先达到 Final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这个期限是方舟投顾公司的，就是这个木头姐 Cathy Wood 的公司，你可以看到呢是在1月10号，也就是在我们最近。那其实我们今天在直播的时候呢，我们有看了很多美国的报道当然中文的也有，不过中文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转述，所以我们还是以看英文的报道为主包括路透社啦、彭博啦，然后等等的，当然也有币圈的媒体他们都说其实非常有机会呢，在提交审批过后，因为其实我们1月1号是放假嘛而且美国人放假是放很长因为他们从圣诞节就开始放，然后放到1月1号，1月2号他们开始工作，非常有可能呢，最快我们就会在1月2号，我们今天就是1月2号，但是美国比我们要晚一点点1月2号或1月3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通过比特币现货 ETF 了。那你说能不涨？而且呢，我认为目前这样子的情况，它非常有可能真的可以预示，我们真的有可能在1月2号或1月3号，也就是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呢，就会通过比特币现货 ETF 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布局的，你还没有准备好的呢，真的要好好准备好，真的要好好布局好。我们即将迎来这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比特币通过 ETF 呢，只会有一次。那我们再来看到我们最瞩目的其实是3月15号的这个 iShares 的 Bitcoin Trust， 因为它是由贝莱德提出的。贝莱德
它的战绩辉煌，它管理9兆美金的资金，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而且呢 ，BlackRock 它以前提交的几档 ETF 全部都通过，200多档 ETF 只有1档没有通过，它没有十足的信心，它绝对不敢提交的。那我们可以把这2个时间点呢，我们来稍微做对照一下，并且结合比特币减半的时间。那我有去观察了一下，现在比特币的打包的速度，就是这个区块出的速度啊，基本上会在4月中、4月初，那最快有可能在3月底，最快有可能在3月底就会减半哦。所以其实我们时间都挨得很紧啊，像我们来把这3条线呢，我们都稍微梳理一下啊。这条白色线呢，就是减半啊，就是 halving 啊，减半啊，比特币的减半。那减半完之后就大牛市嘛，对不对？那我们第一条黄线呢，就是这个方舟公司它的比特币 ETF 要通过方舟的这个 ETF。那我们3月15号这一轮呢，它就是 BlackRock 贝莱德的 ETF， 它的审批时间就要到了。那当然，如果通过一个，其他一定是全部都通过了，因为它没有理由再拒绝了。重点就是它有没有开出这个先例啊？ROCK 好 ，BlackRock。那其实当然，我们最瞩目的是 BlackRock 的这个，也就是其实 ARK 的没通过，其实也还好，但 BlackRock 这个必须通过啊。如果说ARK 这个通过了，我相信 BlackRock 就一定会通过。那如果说 BlackRock 没有通过的话，那就会非常非常大的风险了。我认为比特币它这波走势就会直接结束，然后甚至开始直接很猛烈的回调啊，所以这个必须大家得好好注意了。那其实我们今天有观察了新闻，还有一些至少是现在的风向吧，都认为其实它在1月上旬，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点通过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如果我们通过了这个 ARK 的 ETF 呢，其实跟后面的牛市的行情也是可以做契合的。好，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我们再梳理一次。我们有可能在1月2号到1月3号，然后就通过。那他们说1月10号并不是宣布的最后是要上线啊，1月10号是要上线啊，所以1月2号到3号的时候宣布通过，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呢给他们准备，然后1月10号就要上线了，所以应该是这样的时间顺序。那我相信等到我们这个利多走完之后呢，然后当然比特币还会再涨后面一波，还会再涨后面一波。那如果我们还要有一波大的回调的话就是你可以观察到其实我们自从15000以来的上涨，它是没有针对这整段的回调的，目前还没有。那如果出现了的话，我相信这才会是比较符合时间周期的。如果说我们还有一跌的话，那这样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我相信在减半之后，它真的很难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杀多头的行情，因为减半一过，只要一跌，那谁不知道要抄底呢？那这个时候庄家他就会比较难控盘。那我认为现在是值得他去操作的时间。那当然了，你说突破之后能到什么地方呢？我们也不是神仙，我们甚至连它会不会过，什么时候过都不知道。但是呢，目前看起来确实以媒体在美国那方面的报道来看呢，这个风向是很强的，至少都舆论导向都是认为会过，而且会很快就会通过。那如果我们这个位置呢，它真的能顺利突破，确认突破，再往上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5万到5万3的这个位置，5万到5万3的位置。那其实离现在呢，其实也没有说到很远了啦，只剩下5000多美金、6000多美金，说不定很快就到了，也就是10几%、10出头%的距离而已。那我认为到这边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对这波小牛就真的非常非常满意了。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你可以观察到，比特币它突破前高了，这没问题。以太坊呢，它现在连前高都没有突破，所以以太坊它还是很弱势的。而且通过 ETF 的是比特币，所以比特币它的涨幅肯定是最强的，因为利多是在它身上。那以太坊其实就还好，但我相信它也是会跟上，但是涨幅不会有比特币的猛。而且你可以看到呢，虽然说现在有很多山寨币都在喷发，比如说 SCI 比如说 OD， 比如说很多币种，当然这些很多我们也都有介绍过。但是呢，总体来看Bitcoin Dominance 它还是会往上走的，所以我们做多的仓位呢，应该要集中火力在比特币身上，做多比特币，集中火力，现货也在比特币。但其实现在是有点风险确实，但我认为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到了多头末期的一个表征，就是第一个资金费率嘛，这个大家都有谈到，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呢，虽然说盈利是非常的可观，以太坊赚了125万啊，比特币赚了400万左右，但是我们的资金费率也是非常痛的，30万的资金费率哦，很多人可能盈利都没有30万，然后以结盈亏，对不对？一点多颗的以太坊就这样子缴成资金费率缴掉了，这样也是很痛的。但是我们拿趋势单，我们吃到了非常好的利润。那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在呢，资金费率的情况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了，真的是疯狂，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了。你如果拿着多单的话，你很有可能会拿不住，因为这真的每8个小时就要缴一次资金费率，这真的太痛了。但如果我们接下来有好的涨幅的话，其实是值得的啊。但我们要找一个好的位置去出场。那现在还有一个情形是，你可以观察到啊，现在呢，现货的价格大概是45600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刻啊，然后期货的价格呢是45600多，也就是期货的价格比较高，那这又可以表明在期货市场大家做多的情绪是比较浓厚的，这确实也是个危险信号。那这个我认为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到了多头走势比较后面的这种阶段才会出现的特征呢。对，这个也是大家必须注意一下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